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7月26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几个主题，第一个是纪念河南郑州在洪水中逝去的人们；第二，中美双蟹会谈怎么打起来；第三，奥运中国的跌落。今天是7月26号，那么也是7月20号，郑州大洪水啊，那么遇难者的头七啊。我们今天就做这个节目来纪念在郑州洪水中逝去的人们。那么郑州地铁5号线是伤亡惨重的一个地方。那么沙口站出口地铁口已经封闭了。那么郑州的市民呢，就在这个地铁口放了很多的鲜花。还有这个遇难者的照片啊，那么不断的有市民来悼念啊，有人来鞠躬，有人来献花，然后不久呢，这个地铁的出口就放了很多的花啊，非常多的花啊，然后呢，没想到这个郑州这个市政居然用1米多高的这个黄色的挡板，把这个花给围起来了，然后大家就说他们挡不住这个洪水。他们只能挡住祭奠的鲜花和纪念啊。那么然后呢，大家就继续在这个围板的外面继续放花啊。到了晚上的时候，就有市民就不干了，就直接把这个围板给它拆掉，扔出去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照片是这样，我相信很多网友都看到啊，是个这样的照片，他就用黄色的围板把它围起来啊。你说这个时候他还来干这样的事情，你说这个一个政权已经到了什么地步了？到了什么地步了？有2个帖子看得我今天真的很难过啊！一个帖子就是有一个视频，我没办法给大家看，一个视频在地铁隧道喊她老公的名字啊，因为头七嘛，要喊回家啊。那真的让人心碎。还有一张照片也是看得让人心碎，我都没法说啊。这张照片，我相信很多网友都看到过啊，看不看得清楚？应该看得清楚啊。是一个父亲啊，然后他穿了一件雨衣，然后就坐在这个地铁站的门口，那个时候还有黄色的围板还没支起来，旁边有一个破旧的自行车啊。然后后面就是一堆的鲜花，很多的鲜花，然后破旧自行车上面挂了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水壶和食物啊。那么自行车上插了一个竹竿，竹竿子挂了一个纸牌，纸牌上写了一句话，叫妞妞，爸爸还想接你回家啊。这是个父亲。那应该是他女儿应该在这次事故当中去世了啊。所以这张照片看得我真的是妞妞，爸爸还想接你回家。这是头七啊。你看他穿了件雨衣坐在那里啊，严严实实的把雨衣遮起来，脸也遮住啊。他不是很富裕，你想一下，骑自行车，现在至少是电动车，他骑自行车去接他女儿。还有一个我们在微博上看到过的一个找她老公啊，找她丈夫啊。那么这个微博的账号是假装是个模特人发现的小号，然后她就一直在找她老公。后来呢，今天她发了一个微博，说沙涛，她老公叫沙涛找到了啊，我找到他了，在殡仪馆里啊，他躺在冷冻柜里，写着无名氏，外形早已不再是那个英俊的小伙子。谁能想到下班途中还有一站路，你却永远再也回不来了。从今天开始，我没有了老公，女儿没有了爸爸，双方父母没有了儿子。这次事故，郑州地铁绝对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前期防汛准备工作没有做到位，部分地铁线路已经进水，
地铁5号线却还在正常运营。到发生地铁进水，没有及时疏散乘客逃生，有长达1个多小时的时间，乘客都在地铁里临时停车，车内开始不断的进水，到水位升高，后期发生事故没有及时上报，并做好后续的搜救工作等等一连串的重大失误。其实这次事故如果能从前期防汛预案工作做好，可以把人员伤亡降到最低啊。郑州地铁责任重大，难辞其咎，请有关部门一定要为这些死者讨回公道。这些天感谢沙涛的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研究生的同学、同事、朋友们以及各位不认识的网友关心及提供的线索，真的感谢大家，我今天终于找到他了。认识10几年了，第一次6天了，我们之间断了联系。如果这次不是我们家属不断的找人，实在找不到了，要求郑州地铁5号线排水搜救，沙涛的遗体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被发现。好在我还是找到了你，见到了你，我们没有不管你，我会带你回家。大家不要再给我和他打电话了，让他安静的休息吧。这几天对我来说真的好漫长，我好累。这就是这个网友被转发了5600次。这是一个寻找丈夫的这个网友的最后给大家的一个交代啊！看这些文字真是让人伤心啊！晚上9点钟，有个姑娘过来送花，送了14束花，就是在这个5号线的这个地铁出口，每一束花都写好卡片啊。曹妹妹，你肯定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庞妹妹，你才24岁。张妹妹，你是从事教育工作的，如花似玉的年龄本该教书育人。卢妹妹，会计的工作很辛苦，希望你在天堂不要那么心累。周大哥，我看到你妻子在地铁里大喊老公。孙妹妹，你的老公一直在找你，然后他是代驾来啊。然后把车放在把这个花呢就堆在这个旁边啊，鞠躬，然后哭着就走了。我今天上午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非常不满意把那些围攻这个叫什么围攻这个外国记者的这些人啊，说成是郑州市民啊。为什么？我知道里面有啊，肯定会有一些被洗脑的小自干五也好，小粉红也好，有的啊。但是我还是不愿意这么想把他们往那个人群里面推。为什么？大家想一下，想都想得到，一定会有的啦。但我不愿意这么说，为什么？这就是我们人要与人为善嘛，对吗？还有一个，你想一下，我们面对的人都是什么人？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我看到有人在留言说不愿意用这种，还是觉得他们活该。我直接就把那评论给删掉啊！大家想一下，在这场洪灾当中，每一个人都是活生生的生命，每一个生命后面都是一个家庭，都是心碎的家人。我们要想的是这些啊，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想的是这些。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做这个节目的目的，就是为了纪念这些在水灾中死难的人啊，他们是无辜的，他们值得我们为他们做一些事情，为他们讨公道。这就是我们过去一直在报道这个河南水灾、报道这个郑州水灾的原因啊。那么还有一个现象是什么？就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这个几十个民间救援队啊，在河南活动，
他们没有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全靠当地村民的配合实施这个救援。那么有一个来自湖南的救援队说他们进入河南地界的时候就感到灾情非常严重，那么泄洪太厉害，河道的两旁这个堤坝都崩了，这个堤坝都直接就崩掉了。那么25号，他们上午来到这个新乡丰丘县冯村啊。他说这个冯村呢，这个救援队就介绍说，冯村这里情况特别严重。那么降水的时候，现在在降水的时候，水流都特别急，村民就跑去找他们，希望他们去救。他们早上6点钟就赶过去啊。那么然后靠着村民带路，挨家挨个、挨村挨户的这个把他们接过来。有的是在家里，有的是在房顶上，差不多用他们一个上午，差不多运了236名这个村民。冯村的灾情是这样，所有的村庄，所有的这个村庄里所有的用水用电全部瘫痪。那么村里的楼呢，房子呢，基本上2层楼，1楼基本上全淹了啊。那么水高的会到3楼，水深有3米。那么村里总共有3000多人都在转移。那么大概有40多支民间的救援队在这个冯村参加救援，估计有300多人。那么附近总共有3个村啊，就是冯村加上其他地方总共有三个村，这3个村呢8000多人啊。那么25号他们25号呢就转运了1000多人。那么目前里面有十几条船接这个村民往外走啊。那么在村外的地方，那么差不多走8公里啊。那么其中有一个惊险的例子，说一个老爷爷，离他家不远就有一个洪水的口子，就是那个堤坝缺口。那么不知道丢了什么东西，他跑上去拿，水就一下子人就往水里面冲啊。然后他们赶紧去把他们用钩子把它勾上来啊，然后勾上来，这个老爷爷浑身都发抖啊。那么大概是这样，然后把他们撤到安全的地方之后，再交给当地的志愿者。他们说，在整个救援过程当中，没有看到一个政府的人员，包括解放军官兵，没有看到过啊。而民间救援队的所有的救援物资，包括救生艇、医疗器械，还有包括他们自己的干粮，包括食物物资，全是自己购买，尽可能多买多带啊。到了灾区呢，他们除了自己要吃要用之外，还要分给灾民，所以实际上他们带很多东西来。那么李克强呢，在这个26号上午啊，在这个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主持这个召开视频电话会议，说研究当下的这个抗洪抢险的工作啊。7月20号，河南郑州发生了重大的人命伤亡啊。那么李克强作为总理，6天之后才召开视频会议啊。李克强曾经在这个河南当了很多年的省委书记，他在河南是有一个很长的时间啊。河南发生这么重大的事情，李克强在此之前一言不发啊，非常不靠谱啊。然后李克强讲了一堆话，我就不念了。他说什么呢？他说啊，这个人命关天，河南等受灾地区要把救援受困群众作为防汛救灾的首要任务，不留死角，不落一人，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人死了6天了，都头七都来了，他现在才来说这个话，这是要等人死光嘛？啊，李克强。然后最后他说，特别是针对人流密集的城市地铁、隧道、地下空间等，要有保障群众安全的硬措施，宁可过一些严一些，该停就停，该封就封，避免人员伤亡。啊，这是讲的是这个河南郑州的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反映的是什么？反映了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它完全没有预防这些重大这种灾难的这种能力啊。李克强讲的这些话全是什么？全是马后炮啊！马后炮，人都死了，他跑到来讲这样的话，跟风凉话差不多。一个国家的总理，不管你在政治上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在人民需要的时候，你应该挺身而出，否则你就是罪犯。为什么？因为你坐在这个岗位上，如果你不作为，就会很多人要死，所以你不作为就是罪犯啊。好，我们今天第3个主题讲这个中美双谢会啊。双谢会当然是一个是叫谢尔曼，一个是叫这个谢峰啊。那么7月26号，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谢尔曼访问中国，他分别与中国外长王毅和副外长谢峰在天津举行会谈。美国国务院的新闻稿是这么说，他说副国务卿谢尔曼7月25号到26号前往中国，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和其他中国官员进行会晤。他稿子里就不提谢峰啊，这是一样针锋相对啊。然后这个谢尔曼对河南省毁灭性的洪水中的生命损失表示了美国的诚挚慰问啊。然后他就说然后他就开始说这个副国务卿强调美国欢迎两国之间的激烈竞争，但美国打算继续加强自己的竞争手段，美国不寻求与中国的冲突谢尔曼还提出了对中方一系列行动的关切。他说，正如我们在公开场合所说的那样，这些行动违背了我们及我们盟友和伙伴的价值观和利益，并且破坏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他特别提出美国对人权的关切，包括北京对香港的反民主镇压，对新疆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对西藏人的虐待，以及对媒体准入和新闻自由的限制。他还谈到美国对北京在网络空间、台湾海峡两岸以及东南亚和南海的行为的关切。谢尔曼还提出美国和加拿大公民在中国被拘留或被禁止出境的情况，并提醒中方官员，人民不是讨价还价的筹码。然后副国务卿还重申了对中国不愿意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并允许在中国对冠状病毒来源进行第2阶段调查的关切。同时副国务卿向中方提出在全球关注的领域进行合作的重要性，比如气候危机、缉毒、核武器不可扩散，以及包括朝鲜、伊朗、阿富汗、缅甸在内的地区的关注这就是美国方面的问题。这个谢尔曼在这个会谈当中炮火隆隆，火力非常的猛，把所有美国要讲的问题全讲了一遍然后呢，中方的新闻稿不提王毅，只说谢峰只说副外长谢峰，干嘛？把对方压低一点，我不需要安排那么高级别的人跟你见面这都小孩子气然后谢峰在天津同谢尔曼会谈时表示，中美关系目前陷入僵局，面临严重的困难，根本原因是美国一些人把中国当作假想敌我就不念太多了，我主要是念美国的我就是要念美国的然后他就说这个说美方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就是想把自己和少数西方国家的家法邦规包装成国际秩序，用来规锁打压别国那么美方抛弃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破坏自己曾经参与构建的国际体系，另起炉灶，抛出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无非是想耍赖，想篡改规则，限制别人，谋利自己，想弱肉强食以大欺小的丛林法则。他说什么？既要干坏事做绝，还想好处占尽说美国这话已经说得非常狠了。然后呢，谢峰在会谈之后呢，就跑出来开春峰会，非常高调。
这次中方的态度跟美国的不一样。中国呢，这个会议开完，会谈一结束，谢峰就出来开始跟记者吹风。他说啊，这个时候我们中方啊，这个很强硬啊，向美方提出2个清单，一个是要求美国纠错清单，第二个是中方关切的清单啊。那么纠错清单是什么？纠错清单是这个第一，无条件撤销对中共党员和家属的签证限制；第二，撤销对中方领导人、官员、政府部门的制裁；第三，取消对中国留学生的签证限制；第四，停止打压中国企业；第五，停止滋扰中国留学生；第六，停止打压孔子学院；第七，撤销中国媒体登记为外国代理人或者是外国使团；第八，撤销对孟晚舟的引渡。你看，孟晚舟不是一般人吧？一个民营企业的一个副总裁，值得中国的外长、副外长在跟美国的谈判过程当中当做一个条件来说吗？对吧？华为怎么是一般人啊？然后呢，大概就是这样，中方非常高调啊，这都是不大想谈的样子。双方好像谢尔曼出来也说啊，出来以后就是推特上就说，他说我今天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的会晤中，我谈到了美国对健康竞争、保护人权和民主价值观以及加强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承诺啊，然后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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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之前讲了一遍啊，然后关键的是哪里哈？关键的是白宫发言人沙奇。白宫发言人沙奇其实把这件事情为什么双方谈判谈着谈着好像打起来了，为什么啊？他讲了这个，他说这个常务副国务卿谢尔曼，中国之行很重要，美国认为不应该回避双方关系中的棘手的问题啊。他说，美国关注的议题包括香港、新疆、西藏。那么，然后他说，这个两国领导他最重要的一句，他这么说，他说，当被记者问他美中双方在天津会谈之后，两国领导人之间是否可能会举行某种会谈的可能性，他回答说。他说这次会谈没有讨论拜登和习近平举行会晤的问题。他说总统对面对面的外交有信心，这也是他长期以来一直倡导的。但是我们也预计在某个时刻某个时候会有一些机会进行接触。但是在这个会议里面没有涉及这个话题，也不是这次会议的目的。哎，这句话一讲完，你就可以看到。为什么中国跳脚骂街？为什么谢峰上来就提2个清单，不谈这个2国首脑峰会？为什么？因为这次谢尔曼的访华根本就没有讨论这个双方2国元首会谈的事情。那既然最重要的事情不谈，那双方都不客气了啊，双方都不客气了，那就各自开炮吧啊！只不过呢，中方的这个发言就更加战狼，更加粗野啊。好，这是一个啊，这是第2个主题，也就是说，为什么双方会这次会谈会这么激烈的交锋啊？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核心的问题是因为这次会谈没有让双方去达成一个目标的一个内容。那没有达成一个共同想要的目标的内容的话，那就开炮呗啊，大概是这样。第三个议题，这个题目我想了蛮久的。我今天说的是奥运中国的跌落，奥运中国的跌落讲的是什么？其实我不想讲奥运会，因为我没怎么跟进奥运会，但是我今天还是很高兴。为什么？奥运会里有2个非常让人高兴的赛果啊。第一个赛果就是香港剑手张家朗26号晚上杀入男子花剑的决赛，最后他为香港获得了男子花剑的金牌。
这是香港运动员过去25年来取得的第2面金牌，也是第4面奥运金牌、奥运奖牌啊。那么赛后他这么说，他说之前呢一直打得不太好啊，起伏很大，高低起伏很大。但后来呢，我就想再退也不是办法，那就上前打打吧，啊，抢回主动。我发现这一招还一直管用。他说他寄语香港人，他说大家要坚持，不要这么轻易就放弃啊。广东话叫縮喺後面，再退落去都唔係辦法。就是我们如果都躲在后面，再往后退都不是办法，要上前尽力打好每一件。这是他寄语香港人。他还说，低潮的时候更要坚持到底。香港人值得被世界看到。这个句话说的非常的有力量。香港运动员获得第1枚奥运金牌的叫李丽珊，李丽珊的老公叫黄德森。黄德森说了一句话，他说呢，李丽珊在香港最困难的时候拿到了第1面金牌，就是25年前。那么现在香港也是最困难的时候，这个张家朗又拿到了第2面金牌。张家朗给1年多来饱受中共打压的香港人带来了勇气和希望，非常感谢张家朗的拼搏和成功啊。那么在这个在奥运进行的过程当中，其实香港人很关注啊。观塘的这个 APM 商场，那么有上千人市民聚集在他商场，放一个大电视在中间，各个楼层都有人在那看啊。那么决战打到了当地的时间的下午2点多啊。那么最后就是张家朗一次封王啊，然后这个夺下金牌，现场的香港市民欢呼鼓掌。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当这个颁奖礼奏国歌的时候，整个现场大家在鼓掌高喊 We are Hong Kong， 这个声音盖住了国歌啊。这个我看的视频非常的清楚，这就是香港人的民意啊，这就是香港的民意啊。这是第一个让我们高兴的第一个新闻。第2个新闻就是20年前的中国弃婴成为加拿大的代表，击败了中国选手，夺得奥运金牌啊。7月26号东京奥运会女子100米蝶泳，加拿大泳手Margaret McNeil 夺得金牌，击败了中国夺金热门张雨玲和澳大利亚老将 McNeil Emma 啊。这么 McNeil 是以55.83秒的时间刷新了加拿大的纪录。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他超过了世界纪录保持者，领先了 0.39秒啊。那么 Margaret McNeil 2000年出生在江西九江，那是我的老乡啊。出生之后不久就被遗弃啊，1岁的时候被一对加拿大的夫妇领养，他的妹妹也是在中国领养啊。那么养父叫 Ed McNeil 啊，养母叫 Susan McNeil， 把他像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对待，让他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啊，就是视如己出啊。他2岁开始学游泳，只不过呢，他是兴趣爱好，而且他还拉小提琴，学单簧管，他排球打得也不错，对法律和医学也感兴趣。然后到了2008年，他第一次涉足这个竞技啊，就是游泳比赛。那么到了2019年，他入选加拿大游泳队啊，国家队啊。那么2019年是他的新生之年，这一年他赢得了2次个人赛的冠军和2次接力赛的冠军啊。
然后 Maggie 长大之后，她妈妈对她有一个要求，就是不要纹身啊。那么不过有个例外，就说是如果 Maggie 能够参加奥运会，可以纹上奥运5环。当然这是个玩笑啊。通过这个 Margaret McNeil 的这个成长的历程，你可以看到一个中国的弃婴，在加拿大的养父母的家庭当中视如己出，为他提供施展天赋和热情的机会啊。奥运金牌当然是人生的顶峰成就啊，但是更重要的成就是什么？更重要的成就是获得参与和发挥自己才能的机会，这才是最重要的成就。所以呢，原来中共有一句话叫“离开了祖国，你啥也不是”啊。你看，离开了祖国，别人成了奥运冠军啊。那么今天有一个网友给我留个言，说这个中国队昨天上午游泳被加拿大队打败，就讲的就是 Margaret 啊。然后下午跳水被英国干掉啊，然后晚上乒乓球你就混双啊，乒乓球给日本给日了，都是强项啊，放眼望去怎么都是敌人。然后7月25号这个东京奥运会女排小组赛，中国队对老对手土耳其队，结果呢中国队爆冷，这个大比分0-3输给了土耳其队啊，爆了一个大冷门。结果在香港的一个商场，香港的观众为土耳其加油，并且为土耳其获胜欢呼。这就是现在的奥运中国啊。微博有个大 V 叫瑞典茉莉啊，他写了一段话，我念给大家听。我觉得他说的就是我想说的。他说：“我不看体育比赛，平时听瑞典新闻报道，只要听到瑞典运动员赢了，就傻乎乎的对电视机鼓掌。一个怎样的国家能够让我这样的人深深的热爱？香港人爱看比赛，不管哪个国家队，不管哪个国家，只要打赢中国队就鼓掌。一个怎样的国家领导人能够让这么多本来血浓于水的港人恨之入骨？”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奥运中国的变迁啊。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希望其他的国家战胜中国，这就是今天中国的形象，中国给大家的感受，中国让全世界人怎么看它啊？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啊。明谢 Jack Lee 谢谢 Mike 朱谢谢 Sarah 刘谢谢打狗人谢谢 GTG Toronto 谢谢 Thora 和谢谢。情绪，看到5号线列车被拖出来的视频，泪奔，死者真的能安息吗？请大家永远记住这一天，这些人，天灾人祸都不能忘记。观点，这些受难者的家属得不到真相及说法，更别说赔偿和追究，日后他们会埋下报复这个冷漠社会的种子。观点，对隧道内死亡人数的争议取决于2点：第一，隧道是不是在短时间之内淹没了；第二，隧道入口有没有提前关闭。只要有在都市地区驾驶经验的人，用脚趾头都想一想，会有多少人遇难。我今天听了一个节目啊，这个节目呢讲他采访一个河南人啊，他是焦作人，但是他有很多的朋友都在郑州。他其中有一个朋友参加了这个现场处理，就是
这个京广路隧道的处置，他有个朋友去参加，他中间有一句话，他第一个就是关于车的问题，他说他去清理的这段隧道呢，里面大概有200-300辆车，这是第一个车辆的数量的问题啊。我不知道他是讲的是整个隧道，还是因为京广北路隧道不是一个连续的啊，我印象中不是连续，如果我说错了，大家纠正我。他说他看到那段隧道里面有200-300辆车，这第一个，和官方公布的情况差不多啊，差不多。官方公布是260多辆车，我忘记是多几辆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说的是什么？他说的是，处理的前面几十辆车抬出来的尸体，从车里面抬出来的尸体不超过100具，大家理解吗？啊，里面有200-300辆车啊，前面几十辆车处理的前面几十辆车不超过100具。大概就是这个概念啊，他没有具体的说到底有多少，但是可以想象啊，就是肯定是好几百具是没有问题，应该是这样啊。所以到底有多少人现在不清楚，我们可以不断的收集各方面来各种信息源的这种情况，我们通过这些情况分析，我们会慢慢的离真相越来越近啊。观点：郑州雨停以后，那些警察、军队和维稳人员都出来了，但是他们不是来救援受灾民众的，他们的工作唯一目的就是掩盖真相，控制舆情。郑州市区到底有多少人死亡，可能确切的数字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但是我们不能停止呼喊和发声，非常对。情况现在郑州3步1岗5步1哨。几乎是数十米就有一处，到处是警察和特警。下雨时不见人，现在艳阳天都出来干什么？情绪，我今天刚跟妈妈视频聊天，说起在洪水中逝去的人，我的家人和朋友并没有在河南。我因为自己可能可以平静地说这方面的新闻，但不知不觉就哽咽了。面对这种惨剧，只要是人就不能无动于衷，非常对啊。我还是不想把这些话说得太绝啊。为什么？这里面有这么多人的伤亡，所以对，最痛恨的就2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掩盖真相，所以五毛要狠狠地打，五毛的带风向的五毛，或者是所谓的大 V 啊，要狠狠地打，这第一个，毫不留情，要打击啊。这是第一个，掩盖真相，这是一个最可恨的一件事。另外一个可恨的事情是什么？就是说假话啊，说假话啊。那么掩盖真相是政府中共是自动就会掩盖真相，它这本性如此啊。那当然，我们毫无疑问的要揭露它。另外一个点就是说假话也是个非常可恶的行为啊。情话忍不住在墙内社交媒体留言，呼吁要真相。不出所料，有一堆小粉红来骂人，最后也不出所料的被删。不过还有很多人来点赞，也算欣慰。情绪从去年李文亮医生到7月香港国安法，到现在的河南水灾，和王老师一起为同胞的不幸悲伤。这就是老师所说的同理心，人要有同理心，要有人性，知道是非，才不枉为一个人。反之是一个行尸走肉。对。情况刚刚在淘宝订了一束鲜花，请店主送到5号线地铁口。店主帮我挑了黑色的纸和金色的缎带，配上我写的卡片，对逝者的悼念是对生者最好的警惕。昨天地铁站把堆满鲜花的地铁口封起来，后来市民又把这给拆了。观点：一个没有人性的政府，是一切人间悲剧的万恶之源。无论技术上多么现代化，
这个政府只会以此为控制社会和民众的手段，而不会以此实惠人民造福社会。因为一个反人类的政府，首要的目标是维持统治，维护既得利益。这样的国家越现代化，政府对民众越凶蛮，非常正确。你想想看，我们现在在推特上看到很多视频，讲这个叫隧道管理啊，吹了多少牛啊，很先进啊！这个视频这个手段各种手段保障这个隧道的畅通，但实际上当灾难出现的时候，完全不能够帮助我们的市民啊，不能帮助市民，他只能拿来干什么？实现他的目的啊，就不能帮助这个老百姓，不能帮助这个里面。所以为什么会伤亡惨重？为什么要派部队去维持现场？原因不就是怕大家知道真相吗？啊，如果是没有那么严重的伤亡，他为什么要派部队进去？啊，提问：今天在微博、新浪看到很多新浪微博看到很多批评，在质问郑州市政府，质疑死亡人数，要求真相，追责政府。王老师，你觉得正常吗？通常这些评论都会被屏蔽的，是不是有其他含义？我不知道啊。为什么呢？因为，也许他故意放一些出来，让大家宣泄一些呗啊。观点一，王老师说的对，老大出行要看黄历的。二，在浙江和杭州能当好领导，不一定能在河南和郑州当好领导。三，河南媒体人应该早想传播灾情的，只是要借力，不然 IP 没有退路。四，现在想当官的和想升官的都在绞尽脑汁拍马屁，导致影响执政能力，并不是他们真的没能力。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因为没有能力呢，还是没有意愿，不知道。但是这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结果啊！重要的是结果。你这个，我们说，河南省委书记、省长，郑州市委书记、市长这4个人，当然我们还要追究什么？还要追究这个地铁啊，地铁负责人，追究这个隧道的管理者，他们都有责任，他们都有直接的责任啊。但这个责任跟他的能力高低没有关系，这应该是什么？就是他坐在这个岗位上，他应该做他该做的事情，而他没有做这该做的事情，结果导致了这么多的人员伤亡，他当然要负责啊，这跟能力没有关系啊。情况我身在国外，但我父亲在郑州，他说今天头七，决定要去京广隧道或者是沙口路地铁口给逝者献一束花，但听说有部队把守，希望他能够顺利到达，并且平安回家。情绪，中美天津会谈的结果令我很欣慰。总加速师的战狼外交很给力，不作不死。我最怕天津悄悄的跪下，偷偷的勾兑，中国人民还要在 CCP 的黑暗统治下苦逼下去。现在这样战狼持续，最黑暗的长夜就快到头了。你说美国悄悄的跪下吗？为什么会有人觉得美国会悄悄的跪下呢？你脑子的哪根筋让你达成这样的结果呢？你想一下，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问这样的问题啊。观点，这次谢尔曼访问是因应拜登受到针对中国措施软弱的舆论压力，所以不谈峰会面合情合理。谢尔曼一通上门表态的关键还是看美国会不会有实质的政策或者行动。情况，昨天中国乒乓球混双输给日本，朋友圈好多说气死，骂小日本，感觉这么多年过去，砸日本车的情绪一直都在，唏嘘。往年奖牌榜中国会一直领先到美国田径发力之前，现在才几天已经掉到第3，国内5毛只能发
以前夺冠视频自嗨了。我觉得中国夺金牌，所谓的金牌没有意义啊，因为中国都是职业队，你跟其他人不一样，其他人不是职业队，中国的国家队专门的训练，专门的选拔，而且全部都是职业训练，其他国家不是职业训练，所以中国拿多少奖牌，我不觉得有什么，有太大的价值啊。观点对于奥运金牌这件事情，好像只有中国人有执念，在中国人眼里，似乎除了金牌以外，其他的奖牌屁都不是。还有一个运动员错失金牌之后，还在那里道歉认错，真是一个奇怪的国家。在美国，所有获得奖牌的人都会被认可、被庆祝，甚至能够参加奥运会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成绩。东京奥运会之前开始看奥运预算，预选赛非常透明和精彩。我不能想象一个运动员比赛没有拿到金牌要向国人道歉，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中国的代表团不是奥运代表团，对吗？你想一下是不是个道理？你见过其实美国队有谁没拿到冠军，他就向美国人民道歉，有没有这回事？没有啊，绝对没有啊。情绪为王老师那句话点赞，什么样的国家会造就让他成为国民对手？喝彩啊！观点：中共宣传没有了祖国，你什么都不是。然而，昨天夺得女子100米蝶泳金牌的麦克尼尔曾经是中国江西的弃婴，后被加拿大夫妇收养。在中国，他什么都不是。离开了中国，他成为了世界冠军。加拿大网友纷纷向他祝贺，没有人提起他的肤色和出身。情况：中国处处是悲剧。昨天我上海的一个租客临时退租，只跟我说家里出事了，需要用钱，能不能退一半押金给他？之后我从中介那里知道，去年他爸爸出车祸死了，肇事司机跑了，花了几十万。今年他妈妈重病，又花了10几万，人崩溃了，我把押金全退给他。情绪，今天上午的话题，外卖平台实际上成为了餐饮行业的淘宝店。通过改变消费习惯，不断的提高餐饮店收入的外卖占比。我经营的店已经占到40%，因此各种费用导致外卖的利润非常低，所以大部分负担着商场高租金的传统餐饮店，现有模式将崩溃。一直以为发展网络只会为餐饮业锦上添花，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决定餐饮业的生死。真怀念没有外卖平台的时代啊！提问：接昨天习做出一系列错误经济决策，现代文明要求权力与责任相匹配，请问王老师，习的任性和认知偏差有没有人和组织来实现纠错？没有，没有啊！为什么？中共以前有很激烈的党内斗争、权力斗争、争权夺势啊。那么争权夺势其实也能是从政治的角度来说，也是一种制衡啊。你不能一个人说了算，集体领导。自从这个文革结束之后，邓小平的政治遗产其中之一就是集体领导。集体领导的目的是什么？防止独裁，防止这个个人崇拜。个人崇拜是什么意思？个人崇拜就是独裁的代言词啊。毛泽东就是独裁，独裁的结果就是个人崇拜啊。个人崇拜应该是独裁的结果，党内独裁。那怎么办？那就集体领导。集体领导就有7个政治局常委，原来是5个政治局常委，后来发展到七个政治局常委，7常委呢就集体领导。但是习近平呢，他摄取了比毛泽东还大的权力啊，比毛泽东权力更大，那意味着什么？他基本上在党内是独裁，但当他在党内实现了独裁的时候，就没有办法纠错了啊，这就是现在的中共的局面。观点：昨天围攻外国记者的根本不可能是普通老百姓，
因为只要不翻墙，是不可能看到外媒报道，更谈不上那些关于侮辱的指责了。郑州一片狼藉，老百姓怎么可能这个时候去搞什么民族主义？里面有盲目跟风的是有可能的，但我觉得普通老百姓是被利用，用来阻止外媒进行更多的报道。两个字：卑劣。习的控制欲已经到了病态的地步啊！观点：昨天看到地铁内部人士发声，地铁公司一直在等市政府下命令，否则就不停运，怕承担责任。这恰恰体现了现在官员的心态和集权的弊端。官员只能对上级负责，老百姓就是个屁啊！观点：抱歉，刚才没说清。王先生理解反，我是怕 CCP 战狼外交悄悄的跪下了。美国国务是透明的，谁敢藏私货？是 OK 啊 ，OK， 明白理解啊。中国不会悄悄的跪下，我觉得啊，为什么哈？我觉得习近平觉得，就算他跪下，那么拜登也不会饶他，所以他跪下也没用，所以他现在也只能往前走。所以这次为什么双方火拼的这么厉害，而且反正都跪下也没用，就打呗，而且还得演场戏给国内看。谢峰，你看那场记者会，那这哐哐哐一说，其实那个效果是反效果。网友就问，为什么这么在意共产党员，非得去美国吗？这一问，这不就穿帮了吗？明谢曲优，谢谢。Beatrice 长，谢谢。Elena 马，谢谢。Ray C， 谢谢。SYU， 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一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